给大家带来的是魔镜粉的 PVC 造型款式教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打好底色的基础上，涂抹我们1号的铬粉磨砂封层。它的作用是隔绝我们蹭粉的时候，魔镜粉会把我们的整个甲面弄得很脏。涂了这个磨砂封层之后呢，就不会变脏，它就非常干净。不管我们做魔镜粉的彩绘也好啊，还是做立体的饰品也好啊，用这一层打底做出来的整个甲面款式就会非常漂亮。然后磨砂封层的话，薄涂就可以了。薄涂刷匀，照灯时间的话大概是90秒到120秒之间，取决于你灯的功率啊。然后磨砂封层在照灯的过程当中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我们磨砂封层关于铬粉磨砂封层的一个选择，一定要选这种质地相对偏稀的。但有一些磨砂封层它就很粘稠，那样子就会有有一个很明显的磨砂封层的刷痕。我们在蹭粉的过程当中呢，首先第一个它会有一个就是魔镜粉会有残留的一个风险，其次甲面不够平滑。因为铬粉它是为了涂在款式中间去隔绝我们魔镜粉的作用，所以呢，相对来说胶体一定要是稀一点，我们涂薄一点点，薄薄的一层能隔绝粉末就好。然后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这个磨砂封层的稀稠的一个胶性啊？就是为什么要选择稀一点呢？首先你可以薄涂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刷痕也不明显。然后其次还有个重点就是，如果你的磨砂封层质地太厚重了，你的铬粉磨砂封层质地太厚重了，它就会使得你的整个款式的叠加之后，甲面就会显得很胖。然后磨砂封层在照灯期间，我们就取出我们这个透明的 PVC 造型胶，在手上戴好这种硅胶的手套之后，搓成一个圆条状之后，把它压扁，压成这种宽扁条的一个形态。稍微有一点点这样的厚度，有厚度做出来的款式的质感，就是我们饰品的质感会更好。这种硅胶手套就不会粘，就直接在我们手上把它捏出我们想要的一个造型就可以了。这边磨砂封层照好灯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把它贴在甲面上，就按压上去，稍微摁紧一下。在调整它的厚度的同时，这个侧边可以看到这个侧边沿线，我们把它稍微的推薄一点点。然后多出来的部分，我们直接用调胶棒把它给切掉。切掉了之后呢，同时也是调整这个边缘轮廓，让它是中间厚两边薄的一个状态，看得见吗？像这个样子。接着呢，你直接想要做平滑的宽平条，其实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但是老师想要它就是有一点点纹理的质感，调整好它的整体的宽窄，相对均匀一点。想要做不规则的也会很好看啊，就是一边胖一边瘦啊之类的都很好看。按压紧实了之后，你看我做的非常的立体，看得见吗？然后用我们的调胶棒去给它按压出来，刻意的割出这种下压式的这种纹理。不用那么规则，一半一半的都可以。这样子切出来，它的纹理稍微掏深一点点，让它的纹理感会更强。这个可以反复调整的啊。好，调整到我们想要的一个造型的状态了之后呢，我们去照灯60秒。接着我们在这个上面
点涂少量的魔镜粉专用免洗封层，不要太厚，然后刷掉上面多余的厚度。如果太厚，它就会把你的那个纹理给吃掉，所以我们刚刚做纹理的时候要稍微让它明显一点。然后拿出彩绘笔去涂抹我们的免洗封层，勾勒细节，特别是侧边的厚度这个地方一定要涂到。然后因为它是透明的，上面叠加透明，所以我们涂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，不要有遗漏。确保都涂好了之后，我们再用大刷子把它多余的给刷掉。进一步体现出来我们的纹理。然后我们去照灯30秒。照灯完成后，我们拿出来蹭这个超亮的魔镜粉的浅金色。侧边细节一定要照顾到。那如果你刚刚那个免洗封层没有涂到，它旁边可能就不会有这么亮。所以拿小笔在涂抹免洗封层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。全部蹭亮了之后呢，我们扫去多余的余粉。可以看到底部是没有沾上魔镜粉，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。接着我们用延长胶去包裹我们的魔镜粉，因为它是整个非常立体在甲面上的，可以看得到它的厚度，它就后期会很容易被磨损。那么如果你只是用薄薄的加固胶薄涂一层的情况下，它这个魔镜粉就会容易被磨掉。像这种这么立体的款式，一定要用延长胶去包裹它啊。而且延长胶是不会溶粉的，后期持久度也会更高，因为延长胶的硬度更高。但是为了包裹的时候，也是同样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我们的饰品的立体感，所以也不是平涂，而是单独的去局部包裹，用小笔做细致一点的包裹。整体饰品包裹好了之后，我们再轻轻的、薄薄的带一点点这个衔接处，这个衔接处的胶不要太厚。最后整体薄刷我们的超亮封层就可以了，饰品也要包裹住啊。指尖部位做一个微微的衔接，让我们的甲面整体更饱满平滑。最后的超亮封层，大家最少照灯60秒，或者照120秒可以，它照的时间越久越亮越耐磨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化封层照完灯之后的状态。这个呢，老师是照了120秒，这个120秒是指的一个60秒，再加上一个30秒，是我们正常的固化。不建议大家使用90秒的无痛模式。
为什么无痛模式它就是讲白了就是降低我们灯的功率去固化，慢慢固化，使得那个我们不要那么烫，就是固化胶体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要选择的是它的正常固化模式啊。然后照灯120秒的目的是做什么呢？是为了使得我们的这个封层完全固化了之后，它的表面分子排列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密，使得我们的封层它后期更耐磨、更光亮。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使用正常模式，照2个60秒或者是60秒加30秒的方式去固化我们操作顾客的最后一层的封层。封层照干之后，我们的这个款式就完成啦。就是这个饰品的立体度也在的同时，整个甲面我们从侧面去观察它就是很薄的，而且非常的干净漂亮，很通透，磨镜粉也非常的亮，不管你做宽的还是窄的都很好看。好的，然后关于这个磨镜粉 PVC 造型胶，我们来一个科普的小知识，就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选择这种免洗类型的。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免洗类的它其实是可以直接蹭粉的，我们可以去使用这种盖章的方式，复古的硬币也好呀，或者是像这种章子也好，我们直接按压出来这种纹理，看得见吗？然后照灯60秒，照完灯之后60秒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肌理还是非常明显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蹭磨镜粉。扫去多余的余粉，这个就是它的应用方法2，可以看到它的肌理就是非常非常明显。你们想要做这种肌理纹理的款式，复古印章的款式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手法。但如果你还是想要就是把它蹭得很亮，那么如果你是想要像这种光面光泽感非常强，就是能当镜面使用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，先做好造型的基础上，照灯30秒固化了之后，在上面涂抹什么呢？涂抹我们的免洗封层，磨镜粉专用免洗封层，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光亮的效果。可以看到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这种肌理效果的，你看印章的这个纹理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晰。如果你们在这个纹理上面再去涂抹免洗封层的一个情况下，这个花卉的这个肌理就会被吃掉，就会很糊，就会这个凹凸的质感就会有所欠缺。但是呢，光面呢，你想要它非常亮的情况下，就是要搭配免洗封层，2种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使用同一款造型胶去做的啊。好的，我们封层照完灯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微距的展示，可以看到单色的甲面上是非常干净的，一点都不沾粉的。所以我们在操作磨镜粉的款式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做什么呢？局部，或者是做彩绘，或者这种立体的饰品的话，一定要使用隔粉磨砂封层，才能保证我们的款式非常的干净、漂亮。就是你干净了之后，高级感自然的就出来了。然后其次可以看到就是封层的光泽。那么讲到封层，刚好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就是关于做刻甲的封层的选择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就是封层我们最重要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光滑度、它的光泽，它不泛黄，也不泛乳白，它是非常透亮的，看得见吗？然后其次一个耐磨性，我们用到了一个钢推，你看它的耐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，可以听到这个声音，没有划痕。其实你手摸上去，它这个光滑度是非常非常好的，真的是高亮。什么一个意思？我们可以看，我来用油性笔给大家对比一下啊。这个是市面上普通的钢化封层，它的附着力，当然因为它是封层，它是相对来说少的，擦肯定是擦掉的。但是我们直观看一下，什么叫做更好的，完全没有附着力的一个状态。可以看到，同样一支笔，在这边它就整体就涂出来上色了，但是在这个封层上面呢，你看它是直接一个什么？它是有一种那种分离、水油分离的一个状态，可以看得见吗？像这样的封层，它
你再去做顾客的时候，它的持久度就会好非常多。那么然后刚刚我们使用到的魔镜粉专用的免洗封层的话，就是只要照灯30秒。它的好处就是你使用任何功率的灯去照我们的魔镜粉封层都是30秒，不需要你去刻意的去调整时间，比如说增5秒减5秒，就是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免洗封层，你蹭粉同样能蹭。弊端是什么呢？弊端是你需要去把控它的时间，可能15秒、25秒、35秒，你要不停的去调整。那么魔镜粉专用的免洗封层呢，就是不需要你去刻意的调整这个时间，只要是照灯30秒，任何功率的灯都可以。那么以上关于胶类的分析，就是帮助大家调整自己作品的细节。其实魔镜粉亮不亮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后期款式的高级性。最后的封层亮不亮，首先第一个，你款式出来展现的效果会被影响的同时，操作顾客后期它的持久度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在日本操作顾客的一些小细节，做款式的一些小 tips，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